大家晚上好，我们准时开始了吗？还是还有1分钟？嗯，等我换个眼镜啊。好，这个卡尔加厨，你又提前4小时来报道啊，这个有提前1小时的15分钟啊，这个好吧，家乡人们发来贺电啊，可算是第一次赶上直播了。Times，好吧，这个名字不常见啊，给卡尔加厨点赞。晚上好，大家又来第一次赶上直播吗？是的，卡尔的习惯性早到，是的，来了，跑步回来等直播。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啊！今天跑步结束很早吗？是又迟到吗？没有吧？第一次加一，很好。小丑鱼，还有1分钟，对，点赞点赞，迟到30秒了吗？没有啊。这是陈康啊，这是会员第一次这么靠前，是的，你这不算靠前，人家提前4个小时了。好，今天呢还是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消费税改革马上要来了，真的要变天了，因为财税改革呢还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是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看看中国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所以呢，咱们一个不能算见证吧，咱们见不起啊，但是呢还是讲一个跟税改相关的小话题，然后呢再讲一点人工智能。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消费税改革要变天了。我们的经济稳中向好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咱们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都是别人的事情。那么消费税改革呢是即将到来，因为我们又要开三中全会了。咱们原来一讲三中全会都是11届三中全会啊，这个1978年啊，然后应该是1978年对。今年呢是开第20届，叫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简称中共20届三中全会啊。这个哪天开呢？2024年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哎呦，没2天了哈。对，因为现在已经是今天是7月5号哈，还有2礼拜。那么消费税呢就要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很多人都在传这个事情，也很多人在讨论。那么消费税到底改什么呢？第一个是改中央跟地方咋分钱。在中国的4大税种里头，消费税是唯一一个中央拿走100%的税，啊，其他的税都是要跟地方去分的，啊，这个呢要重新开始分配了。我们中央准备跟地方分这个税，啊，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地方债根本就没有办法，就算你去做展期，展个10年、20年，甚至展到50年，他还是没有办法还上。那怎么办呢？那多收点税呗，对吧？中央把自己原来手里的一些税交给地方啊，你们拿去分一分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窟窿补起来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让地方啊有动力去刺激人口、刺激消费。对吧？因为咱们原来老讲说中国产能过剩，为什么呀？因为收的跟地方相关的所有税都跟消费没关系，都只跟生产有关，所以呢，地方就努力的发展生产，啊，谁想往上走，谁 GDP 要往上涨，对吧？你如果 GDP 不往上涨的话，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升官，对吧？那么这个要改变这一点啊，要把消费税放到地方去。然后呢，海外购物有些是物价跟税是分开的啊，甚至还可以离境退税。我记得在美国买东西，就是它小票上专门有一项是税，当然还有一项是小费啊，你可以在后头写。像我这种比较抠的人，经常在后边就不写，对吧？这个商场里我们看到的所有价格后边还有一个税，但是中国呢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一口价。那你说我们买这东西里头交税了吗？其实也交了，但这税是交在哪儿呢？是交在前端了啊，就是交在这个，呃，什么呢？交在工厂那一头了啊，不是交在后端，后端就是消费这一头
像美国呀，包括日本，我想不太起来是怎么做的了，就是他们是买完了东西以后，反正还是要算税的。反正美国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样的啊，这个人家都是这样去交消费税。那么中国以前有没有消费税呢？中国以前也有啊，而且还是挺大的一个税种。但是原来的消费税呢，基本上是3个品类。第一个品类啊叫奢侈品，高尔夫球及其相关器具，这个是要交消费税的。第二个是游艇、高档手表、化妆品和高档首饰，这些东西都有消费税，而且还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呢，叫影响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消费资源的这种消费品，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汽车、摩托车、成品油、木质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这些东西都是有消费税的。然后第三个呢是危害人体健康的消费品烟跟酒，就是咱们基本上就这3大类，这些东西原来就收以前呢都是在生产环节征收收起来以后呢，全部归中央与地方完全无关。全球收税呢全球的这个全国的税收消费税在里边大概占到8.9%不到10%的样子也还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数吧。那么在探讨怎么改之前呢，咱们先看看我们稍微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虽然我们稳中向好，但我们还是遇到了一点点小问题的。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房地产经济真的是扶不起来，对吧？从年初准备救房地产，然后各种各样的鼓励，各种各样的刺激，现在还有人因为买了1500万的房子直接去跳楼的，对吧？那么你现在再想跟大家讲说我要把房地产经济扶植起来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点难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了第二个呢，就是地方债实在是化解不掉，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还传言说上海市财政局从上海什么静安寺什么几个寺庙借了100亿回来周转一下。当然现在这个事儿，上海市这个税务局已经出来辟谣了说这事儿没有不是税务局是财政局已经出来辟谣了，说这事儿没有我这个纯属子虚乌有跟我们没关系。对，现在就是没钱然后第三个就是产能过剩，就是我们产能真的过剩吗？真的是过剩的，大量的东西生产出来以后进行内卷，卷在国内卷不行，还到国外去卷，对吧？那么这也是一个小问题了。然后呢，股市崩塌这个现在呢发明了很多新词汇甚至有些词汇已经发明出来，被大家评价为丧心病狂了。什么样的词汇呢？这个现在在国内炒股呢，不叫这个金融投资者了，现在这个国内炒股的人叫金融消费者，对吧？你是进来消费的，对吧？这个拿着钱到股市里来消费一下，然后这个大家陪着你解个闷儿你开心了，然后把钱花在这儿就可以了谁让你来挣钱的？你是消费者，你不是投资者，对吧？这个现在已经在提这样的说法了所以所有炒股的人所有跟股市有关的人都出来说，哦，你们好厉害。这个词发明的实在是太精确了，我们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消费者，我们是来花钱的，是来找开心的，对吧？那么就不要想着挣钱。那么现在中国的股市呢，已经完完全全是机构躺平，散户也躺平了。因为机构你给他降薪，给他做所有的这些这个什么退金、退薪什么这样的事情，甚至降到有人去自杀，对吧？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还指望他们能干嘛呢？对吧？然后散户说，哎，我既然来消费，那我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少消费一点，我节俭一点行不行？对吧？也可以甚至呢，还有人在谈说，哎，你说我都是消费者了，这个玩意儿股市是不是可以玩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呀？对吧？这个涨了跌了我认了，对吧？但是你弄虚作假，你骗我这事儿，咱是不是搞个假一赔十什么的？这个大家就开个玩笑呗。现在反正股市已经完全没救了。现在呢，号称叫环中国股市暴涨，就是在中国周边的所有的国家股市都在涨，包括俄罗斯都在涨，对吧？然后只有中国是完全停住了。5000多家上市公司，然后每天的成交额也就是5000亿一个公司不到也或者1亿稍微多一点点吧，也就是这种水平，对吧？虽然沪指跌了就是0点几，但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对吧？5000多只股票，然后号称有5000只在下跌，然后沪指跌了个0点几，这个事儿反正你自己信就好了这个面子上还是看得过去的也只能如此了。中国的金融系统呢，基本上算失灵了金融呢，其实更像是身体里的血液循环系统，它是将养分带去所需要的地方哪儿需要养分给你带过去。
西金融的限薪啊、降薪，然后呢退金、退薪这些活动，其实是很可怕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你想，他这帮人手里头流到的现金是可能几十亿、几百亿的在那儿流，然后他一个月拿个2万块钱薪水或者3万块钱薪水，你放心吗？或者人家凭什么给你这么看，对吧？这个还是很吓人的。虽然现在带着这个上海所有金融公司的人去参观监狱，对吧？说你们看看啊，你们万一敢伸手的话，就奔这儿来啊，还没敢带他们去提篮桥监狱啊。上海提篮桥监狱号称是上海第一财经学院，就是最好的会计、最好的金融人才都在那里头呢，对吧？还是带着他们去了一个稍微低端一点的小监狱啊，让他们去感受了一下监狱生活啊，说降薪了啊，以后我们要靠严刑峻法来去管控这些人了啊。这个几千年历史证明了，靠严刑峻法去管控这种事儿是没戏的啊，肯定是你这头越严啊，那头摊得越狠。那你说我限薪还不行啊，还要退金，退金是什么？把以前发的奖金退出来，然后呢还要退薪水啊，以前多发的薪水你也得给我退出来啊，这事儿呢就压力就很大了啊。说我现在钱都花了，没地儿退怎么办？啊，这个咱们不是搞金融的嘛，咱们可以创新嘛。现在有叫退薪贷，我贷款给你，你先把它退了，然后算你欠我的，行不行？对吧？那么，这帮人借了退薪贷以后啊，还是什么责任不清不得离境啊？你说我借了钱以后，我想跑行不行？啊，我想留在这个国外行不行？不行啊，你是不允许出境的啊。这个中国的金融圈现在基本上已经挂菜了，甚至前两天还有叫央企退金令，什么意思呢？所有央企都不可以跟任何的金融机构去有任何瓜葛，有的把它卖掉或者把它关掉，别跟他们费劲啊！咱们央企就好好的去做工业斯巴达，所有跟金融有关的事儿啊，跟咱都不玩了。这个是今年发的一个大的命令啊，甚至呢，你说，哎，咱印钱啊，对吧？印了钱，这不就有钱就流动起来吗？那你印完钱以后啊，钱也印了啊，债也发了，这个消费就是刺激不起来。为什么呀？拿着钱的人就去买债去了啊，把这个国债买起来。因为为什么？国债是稳定收益嘛，我不会像我投股票似的，过两天又被你这个消费掉了，对吧？这个国债它不是一个消费啊，不是金融消费，那是正儿八经的投资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一看这个钱大家还是不花呀，也不去买房，也不去买股票，对吧？你都在那儿买国债，那央行就亲自下场来，我做空啊，亲自做空自己国家的国债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奇葩的行为吧。散户呢看不到赚钱的机会，躺平了啊。机构薪水要退啊，也躺平了。股市呢就只剩下死狗啊，大死狗加小死狗。外部机构呢每天不停的发文啊，说我看好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可棒了。然后在那跑的时候呢，他跑得比谁都快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办法。消费呢也确实相对疲软一点啊，薪水低的没钱啊，薪水高的不一定哪天什么时候就面临了这个降薪、退薪啊，这个退金这样的事情。那么高点买房的都已经跳楼了啊，所以现在收入高的人也不敢消费，所以你说这玩意儿咋弄，对吧？那么只能对外倾销啊，对外倾销了以后呢，又被各国疯狂征税啊，美国要加税，这个川大爷上来肯定还是加税，啊，欧盟现在已经开始加了，印尼也在加税，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商品去加税。现在可能也就是俄罗斯说来吧，我这儿正好缺什么东西，你们就给我送来，对吧？这个税我不给你多收了，但是结账的时候我未必给你钱啊，这就是俄罗斯干的活啊。现在呢，就是我们遇到一点点小问题。现在呢，有一个奇怪的说法啊，这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啊，这个词最近突然很火爆。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人讲了说，这个在这样的时间里头，啊，我们就要怎么去躺平啊？什么叫历史垃圾时间？就是跟这个市场规律完全背离啊，这个跟各种的大家的认知都完全背离，而且任何人使所有的力气都无法改变的时候，就叫历史的垃圾时间啊。现在就有点这种感觉了啊，基本上各个王朝可能最靠后那么几年吧。啊，大家会有这种就是无力回天，每一个人都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又没办法，对吧？好，那么咱们说的有点远啊，现在呢，咱们就要去做这个财税改革了。上一次大型财税改革什么时候啊？1994年啊，实际上也是一个三中全会，当时大概是第
13届还是第十几届的一个三中全会，这个一般都是三中全会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呀？你想它是5年开一回嘛，这个到第3回的时候呢，正好在中间就有一些什么大的政策都在这个时候出，当时1994年改的是什么呢？叫国地税分家。这个因为我是95年大学毕业，就去的山东省地税局去给人做征管系统当然我不是去地税局了，我是在一个公司里头给人做征管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网络实施，所以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95年所有的地税局都是刚开门的所有系统都没有，电脑什么都没有，网络也没有，然后我们就去接这个生意，挨着个的去给他们配电脑、掐网线、装网络，然后去做培训，就干这种事儿这个中国的税务呢，最早的时候叫财税局就是财政局跟税务局合在一块儿，后来呢分开了财政局是财政局，税务局是税务局。因为像财税局等于一边是花钱，财政局花钱的嘛，税务局收钱的，你不能左口袋进右口袋出，这事儿受不了，对吧？所以分开了以后呢，就是中国税务局再后来呢，就是到94年分家就是国税局和地税局，对吧？这个当时分的时候呢，我印象里是人员这个国税局大概要了30%地税局大概要了70%，大概是这样，我记不太清了。至少山东是这样，反正大部分人去地税了。然后呢，这个财产和东西呢是国税拿得多大概是这么来去分配的一个方式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国税其实需要收的税种并不是特别多你也没有那么多零碎的事情要去做，所以呢，就是国税拿钱地税拿人，因为干的活地税稍微多一些。那么国地税分开了以后呢，地方就有动力了嘛原来收了钱都是这个一锅浆糊，对吧？现在这些钱是我收了我自己花那地税就努力干活呗这个就开始玩什么呢？玩土地财政为什么玩这个呢？因为这些都是归地方的，国家是不拿走的。哪些钱呢？第一个是卖地的钱，这个钱叫土地出让金然后呢是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包括土地增值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你说我把这个耕地改成这个别的用途了在上头盖了个房子，你得给钱，对吧？土地增值税是最有趣的一个，就是原来好多的房地产商拿了地以后捂地，什么意思？就是我把地拿上了，但是我不盖房子，而这个地呢不停的在往上涨价因为周围的房子涨了嘛，然后这个地就会涨价。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涨回来这部分钱你得跟国家分国家会收了一个叫土地增值税这些都属于地方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房屋销售相关的税收这个包括营业税这个呢，营业税部分归地方并不全是归的，上面那个基本上是归地方的。还有其他的收入就比如说市政配套对吧？土地闲置你地拿下来你没盖房子，对吧？那你给钱。然后土地变更用途原来你这是要盖这个公园的你说我们盖个住宅吧，对吧？那你再给钱超面积补交什么意思呢？我原来规划是盖5层结果你盖了7层了那超出这部分来再给钱，对吧？这完完全全就是以罚代管嘛。然后呢，这个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原来底下有防空洞的，你给他挪个地儿，你给钱，对吧？这个廉租房配件费教育配套设施费都得给钱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实在是不行了那94年开始干，一直干到什么时候呢？干到2018年，说实在不行了为什么？就是地税它是受地方政府来管理的，国税呢是双重管理就是国家跟这个地方都会管一点，但主要是听国家税务总局来管。这个地方这帮人呢，就搞了好多的这种什么减免税或者各种这个乱七八糟事情搞了非常多。而且呢，这个特别是当地方没钱了以后，对吧？那么他们也是会变本加厉的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人员也很多，因为刚才我讲了这个一下国地税分家就变成2套班子了嘛人员也很多，然后这个成本也很多，征收的这个效率又很差，对吧？到2018年说算了，别费劲了咱重新合并。所以现在呢，又是国税局统管就没有国地税分了搁一块儿原来是2套班子太乱，人太多而且很多税呢征收不上来，就是你合并的核心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有些税没收上来那么到2018年重新合并，这个地方税务局呢就变成双城领导了，就是国家税务总局跟这个地方政府一起管，统一征税，然后呢咱再分就是你肯定地方还是有钱嘛，
到时候我们一起征啊，一起分啊，这样来搞。那么当前呢是四个最大的这个税目，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税目啊。这四大税目呢是占全国税收的78.1%，按2023年的算，最大的税目呢就增值税，啊，收了多少钱呢？69332亿啊，占38%。然后消费税呢，是16118亿啊，占8.9%。这个呢是唯一一个是就是完全属于中央的啊，就是地方一点收不着的。然后是企业所得税啊，41098亿啊，占22.7%。还有一个呢是个人所得税啊，这个是14775亿，占8.2%。就是这些呢，就是中国最核心的税收，就是政府手里就这么多钱啊，大家看怎么玩。现在这个钱是怎么分的呢？现在这个钱呢分三种啊，第一种呢叫中央税，就是收了钱全归中央啊。第一个呢就是消费税啊，都归中央，包括进口环节的消费税啊，这个是由海关代征啊。第二个叫关税啊，我进来以后这个东西有关税啊，这个是归中央的，跟地方没关系。第三个叫车船购置税，哎，我们去买辆车啊，交10%的车船税啊，这个也是归中央的，跟地方没关系。然后船舶吨位税啊，跟船有关的啊，也是中央的。然后海关代征的进口增值税啊，这个也是归中央。然后地方税是什么呢？就是地方收完了啊，就是整个收完了以后全都归地方啊，中央不要。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城镇土地使用税，你看还是税嘛，还是跟地有关啊。然后呢是耕地占用税啊，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就是咱们每年交的车船税是归地方的，对吧？这个买新车的时候那购置税是归中央的啊，他们是这么分。然后契税啊，包括印花税啊，这些好多都是归地方的。然后环境保护税啊，也是归地方的，烟草税归地方。啊，这个烟叶税啊，说错了，烟叶税，因为呢，烟草做这个叫什么呢？做这种消费税的时候是归中央的啊，烟叶税是应该是它种烟啊，或者是做这个烟草企业的时候，他们交这个税，这是归中央的，啊，归地方啊，归地方，说反了。那么中央跟地方共享税啊，还有一部分税是两边啊，咱们一块来分。第一个呢就是增值税，增值税呢就是进口增值税不算啊，进口增值税全都是中央的。什么叫进口增值税？就是增值税嘛，就是增值那部分收税。那你进口呢，它等于没有底价，你从头都是一起增值上去啊，这部分是要收税的啊，那个都是归中央。正常的咱们买东西开增值税发票啊，开什么这边低买高卖啊，这种增值税啊，是中央跟地方一人一半啊，中央分50%，地方分50%。然后呢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里头呢，中铁、各个银行的总部、中海油啊，这些企业所得税是完全归中央的。然后其他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是中央60%，地方40%，这么分的。然后个人所得税呢，也是中央60%，地方40%，对吧？剩下的就是什么资源税、印花税啊，这个是啊中央跟地方共享税目。那么产能过剩是怎么来的呢？对吧？大家想，企业所得税啊，增值税，目前呢是这个前项收税啊，就是说我在生产端我就把它收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贵州生产茅台，对吧？那我们全国任何人啊都可以去喝茅台，但是税是哪儿交的呢？税都交给贵州省啊，然后贵州省拿60%给中央，40%归自己，对吧？它是这么来分的这个税。至于你说我在北京喝了茅台了，那北京的这个税务局能不能收到这个税？他收不着啊，跟他一分钱关系没有。那么原来呢，有地方分销商啊，比如说北京有一分销商啊，他从贵州买了茅台回来了，啊，他买茅台的时候，茅台酒厂向贵州省交税了，啊，然后他再往茅台卖给我的时候，他有增值税，有营业税，那么这些税呢是应该北京市政府收的，啊，但是现在呢都是电商了，对吧？这个渠道扁平化了，地方就压根收不着这笔钱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是疯狂的干嘛？招商引资啊，努力造啊，对吧？只有造了，在我这儿，对吧？剩下的这个税才是我的，剩下咱就是甭管你是电商了，还是直播电商了，还是怎么样，啊，剩下的跟你那个消费地是没关系的啊，只跟生产地有关系。这生产过剩就是这么来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叫消费税要改一改啊，那地方不是没钱嘛，啊，咱改一改，改成什么呢？第一，要增加类目啊，刚才咱们讲了。原来咱们只对3个类目收这个消费税啊，奢侈品
影响生态环境和消耗资源的这个消费品然后危害人体健康的消费品，对吧？原来只有这3个类目是收消费税的，现在肯定要更多一些，对吧？你不能这个其他东西我们消费的时候都没税，这事儿是不行的啊。这个所以第一件事是增加类目，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准备跟地方分这个原来都是归中央的，现在我们要跟地方分了。美国呢也是跟地方分但是美国的那个比较麻烦，它是联邦税、州税和地方它都有消费税，它是要去分的，而且各个州呢不太一样。日本呢比较简单日本的消费税是10%，国家呢占7.8%，地方占2.2%，也就是你买10块钱东西他收1块钱这1块钱里头有这个7毛8是归国家的2毛2是归地方的这是日本的收法。中国呢？这个可能也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收也可能是像个人所得税似的，4、6开，对吧？国家占个60，地方拿个40，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因为会还没开呢，对吧？然后呢，要向另外一端去挪要向后端挪，什么意思呢？在消费环节去征税，原来呢哪儿生产哪儿交税，对吧？现在不行了一定是哪儿消费哪儿征税到后边是。那么消费税挪到后边去以后干嘛呢？这个各个地方政府就会努力的促进消费，而不是说来我们再建个厂，咱再造点什么东西去吧，就不是这样了。这东西运到你这儿把它卖了它也能收点税它会有一定的积极性。那么消费税改革会带来什么呢？第一个地方政府的收入一定会上升，那些债务呢，就至少还有还上的机会呗。前几天说是贫困乡村大概是挪用了20几亿，这个什么呢？就是下边少年儿童的营养补餐的钱，为什么？就是上面工资都发不出来，对吧？整个这个政府就是一堆窟窿，你这个钱只要从这里过去就不见了。那后边地方政府说，哎，我又可以多收点税了，对吧？这个是个好事儿，因为现在呢，这个地方政府在拼命的增加叫非税收入啥东西。就是罚款，四处罚款，这玩意儿你咋弄？你越罚这个，大家就越不做生意，越不敢在你那儿去经商，对吧？原来我们老说这个投资不出山海关，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那儿的非税收入就比较高嘛，而且这种东西它就没有任何的依据，对吧？现在呢，地方政府会有点钱，这个再往后呢，就是要结束土地财政了这个通过消费税支撑地方运转。原来呢，老想着说咱们是不是上房产税？现在呢，看着不太敢说这个房产税这事儿咱们晚一晚吧咱上消费税，让地方政府能够有点钱，对吧？土地财政有些东西其实是没法解决第一个就是炒房房价非常高，这事儿你其实没办法。然后土地财政还有一个很大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加杠杆你像其他的，比如说我收消费税这个事儿，收完了收500万，那你地方就拿这500万去花就完了。对吧？但是你玩土地财政的话，我在这盖房，你可以到银行去贷款，可以去发债，可以搞一堆这玩意儿，它可以放大这个窟窿，对吧？这个事儿大家是受不了，所以咱们现在是老大上来以后去搞这个房住不炒什么的，他是看到问题了他也想改，但是呢，真的改不了这个直接就改崩菜了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所以现在说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动了给地方多一些钱，你们就别费这劲了。然后呢，加了杠杆以后呢，地方政府就开始玩另外一些东西。你像我都已经加杠杆了，我都开始这个贷款，都开始有自己的资金池了，对吧？他就开始玩这个叫地方融资平台整了一堆这个地方融资平台在那儿现在呢，看来就这样说你政府不需要那么多职能，你就收了税，好好把这个税花了，把这事儿干完就完了你不要自己又投资又融资又这个做什么融资平台，然后又去搞房地产，然后搞这些东西不要搞这块。所以这个是希望结束土地财政的方式吧。然后另外呢，就是各地要努力开始刺激消费了很多消费禁令就有希望被解除。咱们举一个例子，比如摩托车，摩托车即使在生产摩托车的省份，这些地方都不支持都不愿意让大家去骑摩托车。比如广州，广州生产摩托车的广州就禁摩，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他们当地政府来说，我把摩托车卖了，它不挣钱，对吧？它不划算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要去卖呢？还折腾一堆事儿。因为摩托车确实事故率要高一些嘛，所以咱干脆就别卖了。现在行了，我把摩托车卖了，我能收税这个消费摩托车就能收税那而且摩托车卖完了以后，这帮人还得买个头盔吧，还得买个护具吧，还得这个
因为现在骑摩托车都不是上班儿啊，现在骑摩托车都是娱乐，啊，一帮老爷们儿穿着这个皮夹克，对吧？戴着这个头盔，啊，戴着护具，骑着摩托车出去再喝个小啤酒，这消费不是蹭蹭蹭就上去了吗？所以没准这就能放开呢。啊，原来这个各地政府就没有任何动力去干这个事儿，以后可能就有动力了，对吧？再往后呢，还要地方政府还要干一个什么事儿，叫留住人口。啊，你人口拼命流失这事儿不行，因为为什么？消费税其实相当于人头税，你这人不在这儿，你咋收他消费税，对吧？你说我一个东北人啊，跑到这个上海去了，到那儿以后，这个我在当地消费的这个消费税一定是交在上海的，一定不是交在东北的，对吧？那这个东北就没有办法，只能是想办法把年轻人留住，或者我搞一点啊东北特色旅游，我们这儿吃啥都便宜，来吧，对吧？这个才可以。那么再往后呢，就是电商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对比较麻烦的点，啊，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电商这个东西，啊，它这个消费呢是在哪一方，它不是那么容易界定，因为呢电商运作它有3个平台啊，有3个这个相关方，第一个呢是平台方，第二个是销售方，第三个是消费方，啊，平台方，你比如说阿里，它在杭州。啊，然后呢，它在北京其实也有点儿，在广州、深圳什么都有点儿啊，阿里的点儿很多。但是呢，它有一堆的公司可能最终是落在杭州的。那么销售方，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商品，它这个卖家呀，可能在深圳，对吧？然后我作为一个北京的消费方，我把这东西买了，那到底这个税怎么个收法，怎么个分法？这个事儿呢，估计够他们头疼一阵儿了，对吧？现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路子呢，正在路上啊，在玩什么？电商税。啊，这个现在各电商平台的人都在眼巴巴地看着电商税到底怎么下来。现在呢，这个所谓的电商税是没有单独的税目的啊，只有增值税和营业税。啊，那么还有一些有特殊的这种啊奢侈品的是有消费税的。进口商品啊，这个他们呢就是都归中央啊，消费税、增值税都是中央的。国内电商呢就是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个呢是按照这个规模来收，小规模啊，小微企业少收一点啊，大规模的多收一点，对吧？它是按这个来收，但是呢，大部分都没有收过啊。原来这个就是一锅乱账，现在呢要求各个电商卖家自己去自查啊，其实有什么可自查的？这个就是胡扯啊，因为你到底卖了多少东西，淘宝是知道的，拼多多也知道，对吧？你只要拿着淘宝跟拼多多的这个账单出来，然后我到底该交多少税，该怎么补，对吧？那么后边再弄，现在呢，就是很多税务局已经给他们当地的电商卖家发了文了，说来啊，你们去自查3到5年的，啊，查完了以后呢，上我来补税，等你的都补完了，啊，我们再说哪天我要下去查去啊，要干这件事儿。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很晕菜啊，是很多的这种商家呢也准备跑路了，为什么？就是一脑子糊涂账啊！而且呢，我东西都卖了，钱也花了，你现在让我补，我拿什么不给你补去？前面打这个价格战也没啥利润，对吧？我东西都卖出去了，这事儿肯定拿不出这个税钱来啊！你现在还不说我既往不咎，从哪天开始心算？哎，不，我还要让你倒查3到5年，所以这个他们也是很痛苦的啊。啊，那么消费税到底如何在电商过程中收取？现在大家还都搞不清楚。那么，既然各地的税务局要求电商商家去补税，那么他们应该是准备从商家这个地方去销税，就是谁把东西卖掉了啊，你是最后一个销售环节，你把这个消费税给我交出来啊。现在有可能是这么干啊。那么未来还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个人税务和这个会计师有可能会大行其道，包括一些个人计税软件可能会兴起。因为大家知道，在海外很多人都是要请会计师来给你做税的，对吧？以前咱们这儿呢，其实啊，就是算的不那么明白了，就是很多人的那个税就是啊一堆糊涂，对吧？然后这个国家呢又觉得很麻烦，因为它征税它有一个叫征收成本的东西。对吧？如果说我用很严厉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收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征上来这点税，啊，造成的社会动荡，造成的各种问题还不够他这个税钱呢，对吧？那他这不划算。现在呢，因为有金税4期了，就是技术已经达到了，所以它其实都是可以算得明白的，啊，那么未来可能我们就需要去报税啊，让个人去报税，啊，每个人说你今年消费了多少啊？啊，你明年消费了多少啊？或者说别明年了，今年消费了多少吧？啊，然后呢，你到底买了哪些是这个国家鼓励的商品啊？哪些是奢侈品啊？
啊，或者什么是这样的东西，你要去报这个东西。啊，报完了以后呢，有可能会从消费税里头做一些抵扣，因为你像个人所得税报税的时候都是会给你奖励的，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趋利的，说你看税你都交了啊，然后你只要报上来，我就给你抵扣一部分啊，那他就会老老实实去报。报的过程呢，哪怕是啊，比如说我从深圳的某个电商卖家那里买到东西了啊，然后我去报税去了。啊，我报完了以后，那深圳这个卖家如果他没有交税啊，那他就完惨了，对吧？他就要老老实实的去补税啊，或者要接受罚款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就可以得到一定的退税啊，我可以退一些钱回来啊。这个应该是大概率未来会去搞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中国的消费记录啊，已经早就数字化了。甭管你是刷微信去吃饭，刷淘宝去买东西，还是这个刷其他任何的美团什么，这个都已经数字化了啊。如果可以让这种可信的人或者机构在用户的授权下获取这些信息，帮助用户啊完成税务申报，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在这个里头呢，支付宝跟这个微信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机会的啊，因为他们手里账户最多，数据最详细，对吧？当然了，到那个时候呢，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也会提上日程，对吧？现在还有人给我们家打电话呢，哎，有补习班你要上不上？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总会告诉他，哎，我们家孩子已经高考完了啊，您赶快把我名字圈了，对吧？这就属于个人信息保护不完整了啊。那么总结一下呢，现在呢，消费税会啊收这个事儿呢，会还没开啊，还有俩礼拜啊，俩礼拜以后这个会开。然后呢，这个日子呢，可能也还会稍微等一等啊，不是说马上开完会就嘁哩喀嚓开干，对吧？你像94年开始去做国地税分家，我到95年才开始接着项目上那儿去给人装电脑，所以呢，这个应该不是那么快就可以搞定的啊。当然，现在技术条件其实已经具备了啊，什么电商化、电子支付普及，对吧？这个金税4期、大数据，就咱们的技术已经在这块很好了。啊，但是思想呢还是需要转变啊。这个下边这些人啊，你说我到底是应该鼓励生产啊，还是应该鼓励消费啊？那么这块他们需要去转变一些思想啊。然后小地方的管理者的素质呢，可能也需要提高。这种事儿在北上广深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但是你真到了一个2、3线城市，这个现在开始收消费税了，那他是不是直接就把这个区里边的所有电商卖家全弄死？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啊。前面也有公司啊找人补税嘛，补税完了说算了，我不生产了，我直接停工，对吧？把这东西往那一放，就这样了，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幺蛾子肯定会出啊，就是在做这么大的财税改革的时候，一定会出幺蛾子，啊，前面这个分家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国地税分家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人被抓进去判刑啊，甚至是枪毙。为什么？当时就是收增值税嘛。增值税发票倒卖增值税发票，天津还是哪儿就有好几个这种枪毙的，因为增值税发票就是钱啊。那你现在又在做这么大规模的财税改革，对吧？那么肯定幺蛾子还是会出的。至于怎么出呢？我觉得咱们到时候看啊，有什么故事再跟大家分享啊。当然，总的来说呢，要有耐心啊。这个消费税改革这件事儿呢，到目前为止，国内的所有的声音还都是比较偏正向的啊，觉得这是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吧。啊，至于说到底怎么解决，解决成什么样咱们得有耐心看啊，可能到明年后年啊会有一些变化出来。这事儿呢，不是说马上就能立竿见影有变化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好，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评论。明天老婆考专利代理人考试啊，老天保佑啊，这个还是很棒的。我是自己大概写过20几个专利，然后从我手里送到专利代理人那里的专利大概有4、500个，专利代理人还是挺不容易的。嗯，第二次赶上直播，哎，消费，你看我们这杯子漂亮吧？上头有花儿的啊。当然，这个杯子多少钱呢？你说这种杯子怎么收税呢？对吧？这可能都是消费税上来以后新的问题。能看到这上面的花儿吗？啊，这儿，啊，往这边点看着啊，这样吧，
哎，能看到吧？这是瑞幸的杯子啊，上头画了个鹿。这个杯子1分钱啊，是瑞幸刺激我消费的，我就花了1分钱把这个杯子买回来了，挺漂亮的，一刻花的杯子，对吧？1分钱，那你说这玩意儿算消费税算多少？1厘？还是算多少？这个也很有趣啊。所以这个消费税上来以后，很多这种特别低价的东西，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你这你卖1分钱的东西，你怎么交消费税，对吧？这个要去想了。都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哎，这个事儿真没法办了，可能很多年都不会降息了啊，责任全在美方。是的，第一次在开播2分钟就赶上了，平时打开都半个多小时了啊，这个我们直播都很准时的。第一次在晚上8点赶上直播，先点个赞啊，欢迎。你看你明明是8:04来的，消费税改可能是对地方妥协，宁波那次有可能是地方支持下的停产表态，是，但是这个事儿他也没办法。其实我告诉你，南方的这些政府相对来说啊，就是他不跟你拼命啊，也不跟你玩横的，因为大家都是挣钱来的，对吧？所以你要停产的，那停呗，那又怎么办呢？对吧？有好多那种南方政府，就是老百姓骂街的时候，他坐在旁边跟你一块儿骂，但是该收的税还得收。中金跳楼，哎，这真没什么好聊的。说经济不好吧，抖音带货直播间卖货数据真不错；说经济好吧，反正周围的人都在消费降级。对啊，你消费降级也还是在消费啊。大妈盘也沉默了，哎，完全没法整。赶上直播了，对你赶上直播了。国外股市普涨那一套，我们坚决不学，对，坚决不弄啊。这个赶上直播真开心啊，没问题，我们也很开心。国外股市普涨啊，这个又看到了一遍。掉脑袋的事儿有人做，亏本的买卖没人干，是的耶。提篮桥监狱已经搬迁了，是的，现在他们搬到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反正是搬走了。但是呢，提篮桥监狱的这个名声还是在的啊，中国第一财经大学叫提篮桥监狱。呃，这个就明太祖的只要贪污就杀头的节奏啊，是的，叫还不是杀头，叫剥皮食草啊，把人皮剥下来，然后呢，在里头充满稻草，搁在城门口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又赶上直播了，是的，终于赶上直播，好久没赶上了啊，这个看了好久录播，这个你看赶上了呗，咱们给你念一下，国外股市啊，这怎么又来？为什么不学国外，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啊？这个我好像专门录过一期节目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啊？这个，但是那期节目呢，让我放到这个会员频道里了，因为实在不是特别恭敬啊。宁啥不啥的啊！疫情那会儿啊，港澳每年都发钱的啊，新加坡也每年发钱。举手，陆胜。底层逻辑不符合啊，当然不会发钱。这个其实你会员你应该看过那期节目啊。其实我的想法是，钱其实是发了的，只是发的过程比较曲折。妄议中央来了啊，这个不算，这个我觉得是算有机会了啊，历史的垃圾时间是的。当然我们不能乱讲啊，这个是他们个别的人，他们讲这个话我不同意啊，这历史垃圾时间这事儿，咱们一定要说清楚。只是遇到一点点小问题啊，你这个里头有个错别字，我一定要提醒你，这个我不认同。啊，香港很多年年底都退税给老百姓发钱的，哎呀，香港这能一样吗？财改革最终结果是中央税收不变，地方增加税收，那还谈什么经济增长？那就等着垃圾时间的啊，这个没有垃圾时间啊，这咱们不能乱讲。吃瓜吃到我大山东了，好吧，我是在山东，当时大概19个地区100几个县里头，我跑了一半啊，今天第一次来啊，好欢迎。上海二手房市场最近出现回暖什么情况啊？想都甭想，回暖了人家不跳楼了。地方减免里面
有很多猫腻的，绝对的。管辖，消费税太容易征收了啊！微信支付刷，微信、支付宝刷钱直接就收了，谁叫你们老是显摆电子支付多先进呢？现在先天绑定了吧？对啊，挺好的，收呗。来晚了啊，不晚。卡尔家厨说的不对，中国基本不会在消费端征税，按你说的一定一片大乱。这个不好说，因为现在就是想走这条路，因为收不出别的税来了，房产税收不出来。原来想着靠房产税来去延续土地经济，对吧？但是发现这事儿没戏。而且现在就是你玩了，把房价搞成这样了以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结婚了，不生孩子了，对吧？今年1季度的结婚大概是第一次啊，有史以来第一次跌破200万对。对吧？这个就是11年啊，一个季度大概结了196万对的婚啊，这个是很吓人的。你说这个196万对新婚夫妇，今年能有多少孩子生下来，对吧？这个是就算他4个季度加一起能够有个700万结婚的啊，那你去年是生了800多万人，今年我估计可能还得再打个小折扣吧，啊，这个是很吓人的。空头公司太多，是的。农民应该取消任何形式的税，另外还应该增加补贴。哎呀，这个我还希望不交税呢。晚上好啊，来晚了，2倍速追回来，对，扯淡啊！征收消费税还可以促进消费，哎，这真的是啊，就是你有收消费税收，然后他这个地方政府才会努力的去促进消费。如果他没有消费税收的话，他就努力刺激生产了啊。他哪件事儿可以让他有税收，他就努力鼓励哪件事儿，对吧？你比如盖房子，他有钱啊，他就努力鼓励盖房子。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比较现实的啊。啊，最近中街那个女孩的事儿，她没有房贷，没有怀孕，也是抑郁，被一群人吃人血馒头了。哎，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呃，有人愿意相信说他啥都没有啊，就是抑郁，那你就相信好了。每个人只相信自己想相信那部分，那怎么办呢？摩托比汽车好啊，这个但是摩托确实事故稍微多一点，汽车呢其实还是有更多的税可以收。啊，澳洲是商品含10%消费税，那就是我在超市里看到的价格里头就已经有这10%了，是吧？也挺好的。广州啊，不是才连夜查所有电驴嘛？是啊，广州就不玩呗，这意思就是，如果增值税不变，为了填补地方财政，还增加消费税，那是不是增加人民税收嘛？哎，反正是价格肯定要涨，对吧？你买的所有的日用商品、消费品都要涨价，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先点赞，然后看看留言，判断一下第一个和第二个故事啊。行，又第一次赶上直播，这就好了啊。我向老大建议，收外卖税和快递税，还有高考税和游戏币税，好吧？这个好人，笑死，14亿人有几个会搞这些？还是挺大的一块收入啊。岂不是可以开发辅助报税 APP 了？哎，这说对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需求的。辅助 AI 替你生成逃避税方案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人家呢讲的叫做合理避税啊，或者合法避税，一定是在法律范围内的。消费税还用消费者报税吗？美国不是直接写在小票上的吗？但是你如果最后征收不上来的话，他可能就还是要报，报完了以后呢，才有可能去好好的收上来。啊，楼上的别这么武断啊！个人所得税的报税，经过这2、3年的训练，基本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了。就像老范说的，趋利性导向，对，多少会
退几百块啊，普通人都会有动力做的。是的，我是上班的时候每年自己会可关心了，就退税去，对吧？然后上班的时候每年到那个退税那个点儿，会计都会催你，因为什么？你不去的话，他有可能会被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老年人买个医保都要自己的子女去帮买，没那么简单啊，这个就不了解是在哪里了。个税能做到，消费税只要有返还啊，实现自主报税也不是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比较趋利的。来了点赞，欢迎欢迎。好杯子当然得满上，哎，对，这个杯子有个缺点就特别沉，这个装的水又不多，可能之前的价格都是不算税的。对啊，你这杯子1分钱你咋算税啊？这么多专利，发明专利，这个能够申请EB1了，这个其实不一定啊。这个中国的垃圾专利是很多的，这个在中国做过专利申请的和专利代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专利是怎么回事儿。你说错了啊，咱们这个不是熟普，咱们喝的这个东西叫小青柑，就是它外边是一个柑橘的一个壳晒干了，然后里头装的是普洱。如果真这样收税，现在这帮老爷的换一批啊，他们可玩不转居民需求这件事儿。这个我们还是要相信我党的干部吧。税可以收，只要说好了别朝令夕改，这事儿不行啊。咱们倒茶30年这事儿不能，这个传统不能放弃啊。这是天要下雨啊，地冒油的节奏啊，天不下雨地冒油的节奏啊。是的，就是反正调呗。又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欢迎。不知道街道的商铺是不是还按照固定税额交啊？这都不用，固定税额这事儿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因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交钱，然后呢，他只要发现你的微信、支付宝账号，多长时间之内有可能30笔还是几十笔的这个收入，他就认为你这已经是一个经营用的账号了，然后直接从那儿扣税，对吧？所以你就不用再想这个固定税额这个事儿了。晚上喝咖啡睡不着啊，对于我来说没有这个问题。气色不错啊，感谢。3中全会要来了啊，机场又开始哆嗦，好吧，这个一条信息发了3遍啊，那没办法。这个老范肯定是直播完了继续卷，先喝咖啡打个窝，不卷了不卷了，这今天有点累了。主播还能回大陆吗？不，我就在北京。我觉得很可能，很大可能就是两头收税，想想都恐怖啊！要多少消费税才能填满土地财政的天坑？这怕什么？人家都50年了，20年，你慢慢收呗，对吧？而且你只要有税收上来，然后你可以还掉利息，没准人家愿意继续借你呢。而且你想，你这个一旦开始收消费税以后，所有商品要涨价，等于相当于通货膨胀。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这么多钱，到那个时候就未必值这么多钱了，你通货膨胀了呢，对吧？欠这种长期债务都是指望通货膨胀的。楼主，播主就在楼上，播主就在对图。是的，个体工商户会搞一波了啊！对，以后好像就没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东西，公司法也改了啊。以后呢，就是叫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啊，反正他现在都在改。坚决不结婚啊！你如果还没结的话，出去结吧。中央可以发债印钞，明明不缺钱啊，为什么中央老惦记地方那点税钱？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央手里可能还有钱，但是地方手里就真没钱了，对吧？你地方政府破产这个事儿，你是在中国是没法办的。保护费又要增加名目了，百姓更苦。这个现在会好一点，为什么？就是国地税合并了以后，这个税务总局整体的运作还是会规范很多。它是等于整个都收完了以后，拿到中央去再跟你分，对吧？它不是说你收完了在地方就节流啊，这个还是会好一点。
当然，有些地方开始做这个警税合作中心这事儿呢，就比较吓人啊。警察跟税务局合作一起来收税啊，这个是有点恐怖。没有消费，生产就是滞销。没有啊，我们生产了以后可以低价卖给老外。老范还会讲税制啊？没有，咱们就是闲聊嘛，看看能不能有个啥消费券或者补贴，好买个电视。现在不是好多各个地方都在玩以旧换新吗？没准应该会有啊。国外大部分国家都有消费税，小票上会写明税多少。那它这种税是在价格里头还是在价格外头啊？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第一次赶上直播啊，这个名字不常见啊。这个你们如果原来每天赶上直播，但是很少发言的人，你们可以上来玩这个梗啊。每天都来，每天都发言的呢，你这个还是会被我记住的啊。只要国企盈利啊，消费就不可能起来，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吧，对吧？这个什么中国烟草啊，什么这个不也都盈利挺好吗？单身税、离婚税、无后税、空气税，行吧，收任职税吧，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交税的。第一次赶上直播，这是个暗号嘛？啊，也不算，就是大家喜欢在这玩梗，政权第一位啊，不会发钱的，这个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发钱。值得一看的是纳税人这个概念，过去淡化或者说，只有5000以上才交，现在摆在明面上，还非常有序。但是其实纳税人这概念在最近几年基本上不提了，对吧？以前讲叫纳税光荣，我是纳税人，纳税人应该享有什么什么权利，现在都没有了啊。纳税是我们的义务啊，这个交完税以后你没有任何权利啊，现在都是这样的。税是交了啊，至于税怎么花，我能发表一下意见吗？你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你可以去参选人大代表啊，然后呢，这个一层一层往上选。当然，你说你如果一开始不是组织选定的人大代表，你私自准备去参选人大代表的话，你现在在油管上可以去搜索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存状态。你敢收我？就赶趟啊，是努力吧啊！这位朋友叫为人民服务啊 Jill 来了，欢迎。前几年在税务公司做的时候，和公司注会聊过，其实税务避税没有灰色地带，所有合理避税后面，都是违法违规的操作，不应该吧？合理避税应该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嘛，就是你超过了肯定不行。体制内的出差住150的酒店，酒店开500的发票，酒店抽10个点的税费，剩下的就进个人腰包了。在深圳都这么玩，我才知道，这个应该不至于啊。现在应该已经不玩这个了，这是多少年前的故事了，对吧？现在就是你像我们以前出差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就是直接定啊，就是你自己手里根本不过现金，啊，由这个叫做什么？由这个统一的这种服务部门直接定，手里不过现金，不过发票，也不用做报销。消费税有利于公民意识啊！在美国，每次看到买东西小票上加的税，我就在想，如果哪天这个州长惹我不高兴了，我就去别的州不给他交税了，好吧？消费税是消费者用脚投票。中国还有户籍制度呢啊，没有那么容易四处乱跑的。楼上的啊，希望你有纳税意识，别有纳税人意识啊。是，第一次在海拔4200米的地方听直播，挺好的，感谢。4200米是在哪儿啊？消费税一收啊，通胀就上来了，妙，对的。之前买电脑带票和不带票差10%，没有，在北京一般是差3个点到4个点。现在呢，其实你带不带票，它都会收，因为金税4期上来以后，你只要东西卖掉了，账走了啊，他就已经知道了。在中国，你如果不明白纳税，那很严重。如果你明白纳税人，那更严重，是这样的。
还有遗产税、契机税在路上，是的。遗产税呢，遗产税原来其实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收。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契机税这个事儿呢，一直在讨论。就是现在中国人，就是你去注销中国的国籍，也是要交钱的啊，交多少钱呢？250块钱啊，交完了这个就不是中国人了啊，你就算是把中国国籍注销了。其他的呢是这个不交税的。消费税会吓走很多资金，其实还好了，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收，对吧？我告诉你，如果不收这笔税，让地方政府手里有一大堆的什么职能部门去融资贷款，然后再投资，再去加杠杆，更吓人。你还不如让他老老实实把税收了，然后老老实实拿手里这点钱把该干的事儿干了，对吧？把该还的债还了，这才是好事儿。晚上喝茶不睡了啊，这个 EB1A 要看你的专利实应用是这样的，垃圾专利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只有专利也是不够的，需要3项条件才行。是，所以我没惦记去靠通胀稀释债务，就跟当年4万亿稀释铁道部债务一样。是啊，咱们继续这么干呗。现在本来就是想印钱，让它这个通胀起来，结果现在印完钱以后通缩了，对吧？那就肯定加大力度嘛。真的第一次赶上直播啊，瑞流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啊，原来没见过这名字。政治抑郁症吧，没有，为什么要抑郁呢？这么多茶可喝，对吧？咱还可以聊天，咱就这几百个人，也不会出去有人听着。刚进来没听明白啊，是加大征收范围还是这个改变征收环节啊？一共是几个点，第一是加大范围，第二个是跟地方分啊，原来都是中央的，现在跟地方分。第三个呢是改变征收的位置啊，原来是在工厂收，现在是在消费端收。第一次留言啊，广州发来贺电，欢迎欢迎。财务制度啊，凭证保留10年，倒查30年，估计也是烂尾吧，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呢，很多的去查这种已经注销的公司，原来都是把公司注销了就完了，现在注销了不行，我还得要查一下。日本价格标签标明税后价哦，那他会告诉你是多少税吗？10%，对，税后价就10%。那它税后价完了以后，我记得我忘了啊，是有零有整呢，还是什么样的？因为像美国好多那个价格算完税以后是有零有整中国现在都有增值税发票上都单列税款的，是的，因为咱们搞了一次这个很大规模的叫营改增，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大量的税都是通过增值税收上来的。2倍追点赞，好的，感谢。金融消费者是不是也要纳税啊？肯定啊，你各种的印花税你得交啊。藏富于民，难道加税是为了这个？对呀，北美这边都是价格之外再加税，这个反正美国我是这样的，加拿大因为就去过一次，印象不深刻了。既然投资股市现在被定义为金融消费者了，股市亏损后就当做消费了，那谁给发票啊？人家不给发票，但是呢，这个现在大家要求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你骗我不行。直接和领导税啊，这是什么呀？在宜家买的东西都会单独标注税，只是现在又加了一个消费税。消费税要看他开始收哪些类目啊，他不会上来都给你铺开，肯定还是一点点铺。鹅城的税都收到90年以后了啊，这是让子弹飞了的段子股市只是为了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对，这就对了。美的失业率飙升到4.1%了，完蛋了好吧。在英国超市的划签的价格是含税价，小票会写税款，基础食品一般消费税为0特殊食品比如酒类、巧克力20%你们这够贵的。
像我们在国内原来就没有这种免税店的感觉啊，就是你像我原来去机场，我老婆每次说啊，去免税店买东西，然后呢，我进去看完了以后，也并不觉得比外边便宜，你上个拼多多什么，可能比免税店里还便宜。以后可能这个就会一去不复返了，免税店里的东西可能会真的便宜啊。消费税应该像汽车购置税那样啊，你消费的时候就同时交了啊，按道理说应该是这样。农民也明交税，是不是退休金要涨几十倍啊？这个事儿就，农民医保咱就不说了啊，这个咱们确实离我有点远啊。我觉得今年新生儿可能更多一些，毕竟是龙年，哎，这倒也有道理啊，有很多人喜欢生这个龙宝宝。对，诶，读到哪儿了？这儿呢。这个啊，我20多年前学注册税务师税法，啊，这还真学过啊。教科书上写了，为了稳定社会，发票上不单列增值税。后来2016年增值税税改后，票上就单列了。是的，哎，这个我觉得为了稳定社会，这个就属于纯胡扯了，就是完全属于给自己找事儿、找理由。美国生的食材不收税，大多数可以当场吃的食品是收消费税的，是吗？那你所谓生食材，比如说我买的生的香蕉或者什么这种东西，也可以当场吃，它得按哪个算呢？对吧？在国外，商家代收向政府报税、交税，在国内这里的商家改小票怎么办？不开发票怎么办？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我觉得现在因为数据都已经收集完整了，在中国其实是最容易做这种改革的，因为咱们的这个数字化率最高啊，真玩啊！我昨天才碰到，深圳光明区，你随便一个酒店一说开票，人家就问你想开多少，我都懵了啊！人家说10个点可以做，而且大家都这么做，好吧？我是看来距离这个什么自己去开发票的日子已经太早了啊，太远了。这个是德克萨斯没有什么，这是关闭民反的节奏啊，taxation 啊，我还不认识这个 taxation without，representation 啊，这个好吧，这个写英文难为我。消费税收，消费税后会不会开始打击现金交易？应该不会的，这个在中国拒绝现金是肯定违法的。为什么今天不能用 PIP，画中画来看直播了啊？这个不知道。金税4期到底是怎么回事？能讲讲吗？这个我需要学习啊。你像我今天讲这个内容，就是需要学习很久，啊，我需要学习才能讲，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做这个的。啊，今天观众不少啊，看来收税的事情大家都关注。是的，这个在四川阿坝州的某个雪山尖上，哦，好厉害！看来那里也是通5G 网络了呀，要不然你咋能看上直播呢？不是的啊，税务公司都要拿单啊，都是要各种符合政策，例如公司有残疾人就能减免，可以挂靠和残联的一些关系搞定这个，即使公司没有残疾人啊，也能选择也能选择这个税务优惠。避税的核心就是加避税政策，没有政策怎么弄都没用。是的，吃药要成时间，更要吃对药，这是什么意思啊？欧洲是含税，北美都是不含税，对，这是价格。小范报了哪些大学？哎呀，这个等吧，我现在也很苦恼啊，因为昨天刚听到了一个让我特别郁闷的消息啊，人家因为我们去人家学校去问了，我说我们这个分行不行？人家说稳了，没问题，啊，再低2分都稳了啊，再低个2、3分都是稳的，所以我们当时是心里挺开心的，然后也就啥都没想。然后昨天呢，有人在小红书上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呢，每一次都会虚报啊，他比如说他告诉你是去年吧，好像是告诉你是620
620几就稳了，还是620就稳了。然后结果最后收呢，大概是最低分是625还是620几啊？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是623、622，原来觉得稳了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没上去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觉得心里有点发毛啊。这个因为这个他好像前面几年都是这么干的，后来我想也合理，就是老师跟你去做咨询的时候呢，一定会少报一点啊。就比如说这个，我去年啊是收到，比如说632啊，他去年好像报的是628还是620几，然后去年收到632，那么今年呢就告诉你633是稳的啊。那么这个但是呢，他可能还是会这个往上走那么一点点啊。今年好像整个北京这边的高考分数都相对比较毛啊，都比较高。所以这块就会费劲一些。哎，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大概是到6月15号能够得到这个通知书吧，大概啊7月15号，7月15号是招生完毕吧，到那时候看吧。现在我也不惦记了啊，现在惦记任何着急都没用啊。又赶上直播啊，第一次留言啊，好感谢。你们为什么不去抢这个第一次打赏呢？老范喝的是啥？以后纸币要再用起来了啊，用呗。你想你这边用那头，哎，反正小商贩可能还行，大商贩肯定还是要去入账。对，美国各州的消费税税率不一样，这个我是知道的。那些被盗名字或者被借名字去开电商账号的，也会被倒追税嘛？啊，这个一定会。他谁让他把名字借给人家的？不冤，他借给人家他是交钱给钱的啊，不是说白借的。啊，第一次看直播，马拉松啊，马尼拉发电啊，发来贺电啊，感谢感谢感谢，这个长期不回国啊，不知道会不会收离境税？离境税是注销中国国籍的时候收啊，现在没有，现在想让他们收啊，在股市消费之后要交多少消费税？这个会给你们个数的啊，警税那个叫作战中心啊，名字太火，好吧？加拿大这个什么加上州税啊，好吧，看到价格都是税前价格啊，结账上时候再加上税，初级农产品不收税，比如鸡蛋、牛奶、面包啊，面包也算初级农产品啊，土豆啊，其他的服务电子产品都收税啊。我在多伦多收13%，其中联邦抽取5%，好吧。这几天加密货币大跌，有什么说的吗？不知道啊，是不是 AI 把热钱都卷走了，加密货币就一蹶不振了呢？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为抢美元做准备，对吧？就是一旦美元强起来以后，所有其他的这种现金等价物或者什么这样的吧，它都会跌啊，包括加密货币，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拜登跟川普两个做辩论完了以后，觉得川普稳上啊，川普上了以后就一定是抢美元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大家现在一定是拿着钱去买美金了。今年是龙年啊，今年还是寡妇年呢啊，没听说过这故事。路边现金买一个肉夹馍，不知道如何交消费税。哎，你就不要想这个了。当然也可以通过退税的方式来满足一些避税的情况，但是同样也是需要有政策以及公司条件满足。但是退税是很危险的事情，毕竟大宗起来是要从国家的口袋里面掏钱。哎，这个怎么说呢？按道理说都应该是合法的。第一次不开配速听老范啊，语速有些不适应，好吧，我应该说快一点啊。北美是生食免税，美国买香蕉不上税啊，好挺好。但你看人家刚才讲加拿大面包都不交税，美国食品不收税，像巧克力都是免税。哎，不是吧？我怎么印象里我在这个机场买的吃的都是有税的，还有像 Whole Food 好像我记得也有税似的。应该我怎么不记得是免税的呢？就是我是在美国超市里买过吃了的，能打假要赔偿吗？想多了啊。
可能各州会有些不一样，收多少税全看能否，这个就不要乱讲啊，好事啊。以后非必要不消费，捂住钱包，可能的话是肉身翻墙出去消费啊。这个我也想出去消费，一方面加大征收范围，一方面却从生产端改到消费端，征收上税款隐形性降低啊，有意思啊。这个反正大家都在热切期盼吧。按揭买房可以退税的话，还可以刺激一下楼市，楼市真刺激不动了。先说第一次啊，再点赞，你这个不像啊。我天，你们留了多少言啊？这个刚才还是那句话啊，无代表不纳税，美国独立战争的口号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啊，跟我们没关系。龙宝宝笑死啊，没那个命能压住，特地今年不生，明年去美的生啊，这个是比较这个有眼光的啊。价格含税，方便消费者购买，要自己计算就会减少消费欲望。这个也有道理啊，也看到小红书这个了啊，看来咱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事情啊。如果政府是万能的，那就没有经济危机了，我们就没有啊。中国什么时候有过经济危机？政府就是万能的。这个老范这里粉红也不少，没有，我这里基本上没有粉红啊。小范分数可以啊，哎呀，这个费劲啊。看历年提档线就行了，但是每年都会有波动啊，每年都会有波动。税警的发展该纳入议程了。其实美国是有税务警察的，对吧？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电影叫《哈特的战争》，还是叫什么《哈里的战争》，就是讲他被税务警察去收税。插一句，在澳洲的时候，为了避逃税，所以就有很多餐厅是这个 cash only 的，看到只收现金的就心领神会的可以，好吧？日本是他们抽税逃税也是在家里放现金，就是日本好多那个日剧里头一说，哎，这个税务局来查税了，就是把你的房间撬开，然后里头满满的现金，然后就拿去收税。日本也是小票上有除税金价格啊，税加上这个税率加上税金含税价，好吧？是无代表不征税啊，好吧？这个是啊这样的一个话，你看看你这不是难为我吗？这让我这个上哪儿猜去？再次赶上第一次啊，上海发来贺电啊，欢迎欢迎。第一次看直播，大德州的休斯顿发来贺电，哎，我们好像挺多在休斯顿的，我好像已经有3、4个在休斯顿了。在日本可以买出境的商品就可以免税，一般是短期护照免税。是的，像我们以前都是在离境的时候会去退税嘛。澳洲专门有一个退税点，日本好像也有，但是我忘了在哪儿。澳洲反正在机场里边有一个小旮旯的地方。日本换了新纸币以后，股市一路猛涨，中国也应该换纸币。这个发行500面值的人民币，贪官就会把他们地下藏的钱都拿出来花，消费就上来了。我觉得应该像是印度那样啊，直接把超过多少以上的那个，他们印度是叫卢比吧，直接给作废了。人大代表不是带着表的吗？是啊，比如苹果手机1万，收10%的消费税就11000了。现在就看征收消费税的产品范围了。是民国时期的税警总团还参加了淞沪会战呢啊，还有这故事？好吧，北京高考非常容易，稍微考考至少211大学。京爷确实是牛啊！我表哥在北京20年了啊，20年了啊，有车有房有车，有个小公司，但没户口。孩子在河北上学，河北高考惨的20年，20年移民美国都移民3次了。是的，税警总团全德制装备啊，这个故事还没听过啊。每年
特定几个时间文具也是免税的啊？是吗？尤其是开学前、暑假中啊，这个我还头一次听说。用现金交易很容易偷漏税款啊。美国有些地方的中餐厅就不收信用卡，只收现金。当然，收了信用卡，中餐馆也会偷税漏税。我记得我在美国就遇到一个开收类的地方，是旧金山唐人街上的中餐厅啊，它是开收类啊，还有他们唐人街上的一些商店开收类，其他地方都没有。土拨鼠老师，您说的对啊，是。孙立人将军最早是不是就指挥税警团的啊？这个还不太了解。江平在阿里巴巴数学总决赛前选择了退赛，走了和刘翔一样的路。他不是参赛了吗？怎么又退赛了？人间蒸发，新华社已经删除了，是吗？我怎么印象里他参赛了？我没看到他退赛的消息啊。第一次打赏，哎，感谢感谢，哎，这个会员打赏啊，非常感谢。很早以前以为自己很聪明，利用属于制度避税，后来发现那都是人家留好的坑啊，等着埋人，应交尽交都能找出你的问题，还想避税啊？这个是在中国是这样啊，在国外有的时候还好一点。好的时候退税是合法的，特别是做外卖；不好的时候，出口退税就涉及走私啊，这个没法说。就是第一个呢，他们做的时候也确实有问题啊，这个比如各种高报低报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它确实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中国这个倒查这个事儿实在是很讨厌啊。比特币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门头沟要赔偿了啊，什么意思？受害者拿到的赔偿要抛售套利了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川普上不是弱美元吗？川普上肯定是强美元，对啊，川普一定是给所有的东西加税啊，比如中国进口商品加税啊，他不会不让你卖啊，我就加税。然后加完税以后呢，美国人买了也不能变贵，怎么办呢？美元变强啊，那美国人买的价格还是没变，但是呢，政府还收着税了，挺好的。应该学宋朝改革啊，宋朝最后把自己玩没了，不能学这个，一出手就5块，我这0.99不好意思点了呀，没关系，有就很开心啊。我们没有危机，只有问题啊。这个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国外资本主义都是危机，对，是的，都是不可调和的，我们这儿没问题。请教一下，猫一杯解禁了吗？好像没有啊，这个不知道。小范看来要和我外甥做校友了啊，是这个要看美国的 IRS、加拿大的 CRA，这俩税务机关都是惹不起的，对啊，不号称唯有死亡与纳税不可逃避吗？楼市除了强制报废，就只有靠金融鬼才救了，多厉害的天才也没用啊，这个前面确实有点积重难返。日本公司都是发现金的啊？是吗？日本不是发卡里吗？香烟要涨价了啊！香烟原来就得收啊，这个烟原来就有消费税。美国 IRS 有自己的武装，是的，税警啊。怎么这么多休斯敦的听友？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还有一个每次这个IRS 的全称啊，这个每次都在喊我在休斯敦第几次，我在休斯敦第几次。我觉得这么大的改革又没有试点，一定会搞出很多笑话的。这个幺蛾子肯定会有笑话不怕。对，500欧元面值的纸币也不再流通了只是没有作废，有收藏价值啊，挺好。强美元是否意味着不降息了？对，现在大家就觉得他们有可能就不降。叫内部收入服务，哎，这个挺好。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看我念对了吧？还是 Service 不管了。美国税警好像是西部片的时候，现在没有了，好吧？
电商税不麻烦，学美国不就得了？美国的电商税是怎么收的还不太了解啊。中国最大的漏税在电商。对，我19年去法国的时候还换了一次500欧，不过后来银行换成毛票了。淘宝货充斥整个市场，哎，这个电商其实还是要做呗。查了一下新闻，他参赛了没有退赛？是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愿意相信他退赛了，那怎么办呢？孙立人将军曾经是税务总团第4团团长，哟，看来有人是做功课了啊。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就是税警改编的，哦，还是这样的，咱们是新编第4军是吧？不过川普上，难说是抢美元。小翠在他的会员频道里说过他的评测，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道理啊，咱们等看吧。其实小范如果不追求所谓名校光环，美国100名左右的学校申请全奖还是能做到的啊！而且很多美国大厂的计算机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都是100名左右的大学。这个关键，我儿子现在不想离开北京，你咋弄啊？趁房价低，在交通好的地段买房子，挣租金怎么样？想多了吧你？你看看中国这个租售比是多少？都倒查了还不明白？赶紧收摊啊！是，能跑赶快跑。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创立的，后来归孔祥熙管。这个孙立人是干过税警团啊，税警总团，好吧。该讲第2个了啊，该讲第2，赶快把这个刷完。500欧啊，这个真的花不出去。宋子文是哈佛毕业的，学美国。老范油管大 V 什么高考499分，与其4年后大学毕业当网红，还不如现在当网红。你怎么看啊？不知道这个，而且罗宾呢，我没看过他的节目啊。这个新一军是5大主力啊，好吧，你拿去赌场看看是不是花出去。这个电商不用急啊，有倒查30年，因为没有30年，电商总共就没有30年，倒查5年就弄死他啊。金税4上线之后啊，就没有避税这回事了。是的，38师长啊，这个牵一发动全身，无法预测。对，咱们等着看就好了。好啊，我们还有一个故事。我看看啊，还剩半个小时啊。上海人工智能大会上啊，看看中国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今天呢，咱们引用2位大佬的讲话内容，然后呢，也做一些自己的点评。第一个，李彦宏说了什么？啊，李彦宏呢，先上来讲说，不要担心 AI 会带走人的工作。啊，现在的 AI 更多的是 Copilot，是这种辅助驾驶啊，不能作为这个独立工作。当然，我觉得是讲的是他们自己家文心一言啊，做的比较烂，所以只能做辅助驾驶，其他的还是比较厉害的。啊，然后呢，第2个讲说一些职业会消失，但是新的职业会产生，比如说数据标注师、提示词工程师，门槛不高，但对逻辑要求很强。但这种呢，他要想清楚，消失的职业绝对没有他创造的多，对吧？而且所谓门槛不高的意思就是挣的也不多，对吧？你如果把一些大的这个有高收入的人裁掉了啊，再做数据标注师去。这个是很辛苦的啊，而且挣的很少。然后第3个呢是李彦宏讲了，说我们要避免掉入超级应用陷阱。什么意思呢？他说超级应用这东西啊是移动时代的思维 ，AI 时代呢，这个超级能干的应用比10亿 DAU 的应用应该更重要，对于产业、对于应用场景都有益啊，价值就很大了啊，不需要有那么多用户。这个呢是因为百度自己做不出超级应用来，所以他就在这儿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啊。AI 时代的核心还是搜索啊，那么毕竟这个事儿很李彦宏啊，很百度。这是李彦宏讲的。那百度呢，自己就从来没有做出过特别成功的超级应用来，所以他一直呢很眼热这个其他人能做出来啊。到 AI 时代呢，他又在冒这个热气，而且怎么说呢？你做不出超级应用来，你就挣不到钱，这个真没办法。OpenAI 也没做出超级应用来啊，那么 OpenAI 也挣不到钱，所以大家也在愁说 OpenAI 你到底咋活下去啊，对吧？
这个老大都活成这么辛苦，你让下边小弟们怎么混呢？啊，这是现在百度在讲的东西。啊，那么到底什么是超级应用？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啊，为什么说没有超级应用就不挣钱？你说百度有些应用的用户量也很大呀，比如百度搜索，所有手机上都装了啊，百度网盘用的人也蛮多的，百度地图啊也不少人在用啊，百度贴吧用户量也不少，那它为什么就不能算超级应用呢？那 OpenAI 做的 ChatGPT 各种应用用的人也挺多的呀，为啥不能算超级应用呢？啊，超级应用呢，我觉得定义应该是这样：第一，有巨大的用户量啊，这个事儿一定要有。你像我们以前做猎豹移动做这个 ClickMaster 的时候，1.5亿日活，6亿月活，能算超级应用吗？不能算。为什么？它用户量虽然很大，但是呢，这是其中条件之一，你还要有其他条件在这里。什么条件？比如说巨大的用户使用时长，啊，用户会每天在你的应用里停留很长的时间。百度的那些应用呢，应用使用时长其实都不太够，跟微信啊、抖音啊这些东西比起来都差的比较远，对吧？这个当然还不是最关键的。你像原来我们做 ClickMaster，每个 DAU 的用户使用时长大概40多秒还是50多秒，就是人家进来咵刷一把走了，对吧？那你说你这咋算超级应用？虽然有这么多的活跃用户，对吧？可能一共装了可能20多亿用手机上去，啊，然后这个就是每天每个用户用40秒啊，这个事儿是不能算的。然后再往后呢，是需要有完整的生态，啊，这个里边要有内容提供者，要有内容消费者，还有里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有交易啊，有借贷，有很多的金融生态，你要有完整生态在里头。这个是百度的应用从来没有做到过的。百度自己也惦记做电商，还惦记去做这个外卖，还惦记去做这种金融支付，他都想做，但是都没做起来，对吧？你要想做超级应用，你就必须有完整的生态。有人靠你平台吃饭，啊，还能吃得不错。那么这种超级应用呢，基本上是等同于操作系统的，对吧？那么为什么马斯克那么羡慕微信，对吧？马斯克当时收购 Twitter 的时候，他说微信多好啊，大家可以在里边解决所有的事情，啊，可以在里边聊天，可以在里边学习，可以在里边看八卦，可以在里边看视频，可以在里边买东西，可以在里边打车，可以在里边借钱，可以在里边做各种金融理财，都可以干，对吧？这是他喜欢微信的地方，这才叫超级应用呢。对吧？Twitter 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啊，现在还有一些距离。那我们常见有哪些超级应用呢？啊，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啊，然后 QQ 其实也算，但是没有微信那么完整的生态。然后支付宝其实是一个啊，淘宝呢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全啊，淘宝其实也算吧。然后抖音、快手都是完整生态的超级应用啊，滴滴跟美团呢算半个啊，算半个。然后国外呢，Facebook 工具群可以算一个，就是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 啊，Facebook Message，把这几个加一块儿，你可以算一个。然后包括谷歌全家桶啊，Gmail 啊，谷歌地图，Google Calendar、Google 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包括像咱们 YouTube 啊这种全家桶，你可以算一个啊。包括安卓啊，你应该把这个东西算上。然后苹果全家桶可以算一个。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这个超级应用都是单根一个？而这个美国的这些超级应用呢，都是全家桶啊，或者叫工具群，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去天津那个航母公园参观的时候，人家给我讲过，他说你发现这个航母跟那个咱们平时看的美国航母有什么区别没有？我说上头有好多炮啊，下头还有导弹，啥都有啊，这玩意儿怎么？啊，他说对，他说美国的航母都干干净净的啊，这个上面的甲板是平的，啊，而苏联的航母呢，上头是啥都有啊，这个有炮，有什么这个导弹，还有各种东西都全。啊，原因也很简单啊，美国航母呢都是集群作战，一出去就是一个航母战斗群啊，它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剩下有什么驱逐舰、巡洋舰给它来提供，啊，还有潜艇。俄罗斯呢没有那么多海军，所以它出去呢就一条船啊，就是一条航母就出去了，所以它啥事儿都得自己管。啊，中国的这些超级 APP 也是这样啊，我一关门啊，你们都不许上我这儿来啊，用户都是我的，交易都在我这儿做啊，所以它呢都是单个的，它就只能做一个超级 APP。而到美国呢，你比如 Facebook 啊，我有 Facebook，有 Facebook Message，有 Instagram，有 WhatsApp，哎，我各司其职，自己去做自己的事儿就完了，对吧？他就可以做一大堆，啊，他们是这么来做的啊，就是大家的玩法不太一样，就是必须要去做超级 APP，才有可能在 AI 时代挣到钱啊。那么，百度我觉得又会错过这个时性，啊，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现在在 AI 时代，国内做超级 APP 比较有样子的，可能还是字节跳动
字节跳动的豆包啊等等这些东西做的超级 APP，其实还是已经有些模样了那么阿里的王坚说了什么？阿里云的王坚他是阿里云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阿里云的这个首席科学家王坚博士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一定会有新的大公司出现也一定会有大公司浴火重生这个他相信会有新的公司出来，比如像 OpenAI 这样的，就是原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现在会一下长成一个大公司，国内呢也一定会有新的大公司出来。其实大家要看这个 BAT 就是百度、阿里、腾讯，实际上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巨头，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是谁？是滴滴、美团、字节跳动，对吧？那么在 AI 时代，一定还会有新的这种巨头再冒出来到底是谁我们要去看。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大公司浴火重生。在互联网升级到移动互联网的时候，百度其实基本上掉队了然后其他的淘宝跟微信算是赶上这一波了。而在 AI 时代呢阿里云应该是已经迎头赶上了。阿里云投资了国内所有的这个 AI 大模型，国内所有的 AI 算力的有一半是在阿里云上所以在这一块上，阿里云其实已经是站在领先位置上。然后他还讲这个王坚还在讲说 AI 呢对于大企业是相对友好的，为什么呢？烧钱嘛，小企业烧不起你需要算力，需要数据，需要这个计算中心，需要很多钱小企业玩不起。他说AI 对大企业比较友好，但是呢也并不宽容。为什么呢？因为大企业拥抱 AI 更不容易很多大企业说我们这不许用 AI为什么？因为你用了 AI 以后，上面的管理会变得乱套大企业有很强的这种路径依赖。然后呢，这个王坚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这个话呢，大家可以去听仔细去思考。他讲什么呢？他说 AIGC 时代核心其实是人，而不是 AI。而大公司跟小公司面对 AI 是有不同的看法。大公司觉得 AI 是工具的革命，而小公司觉得 AI 是革命的工具这个是有巨大差异的。大家可以想想这个话到底是怎么讲的，对吧？那么人工智能呢，还有非常长的过去，但是呢，只有非常短的历史这也是王坚的原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从100年前就开始讲人工智能，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一波人工智能就是从 ChatGPT 发布以后这块了，所以呢，人工智能的历史非常短暂。然后呢，王坚讲了3个不等式，这3个不等式呢，我觉得很好的概括了中国 AI 发展的现状。第一个不等式是什么呢？就是跟基础模型相比，应用做的还不够好这是你说中国有没有 ChatGPT 这样的模型？没有中国有没有像 Gemini 那样的模型？也没有Cloud 也没有那你说中国你怎么就做不出好模型来呢？对，但是你也没有应用需要这些好模型对吧？所以这个你不要来抱怨中国的模型不好中国的应用做的也不够好。但是中国的应用已经算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这个比美国的 AI 应用，我觉得做的还是要好很多的，对吧？但是呢，所有的 AI 应用对于这个大模型的各种能力发挥，其实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呢，现在的大模型其实是够用的你别看我们赶不上 OpenAI，但是我们模型够用。然后第二个呢，有人在讲，说这个有限和现有的算力相比你老说这个美国幸运了，我们没有算力了，怎么办呀？这个显卡不够了怎么办呀？对吧？基础模型做的还不够好这个是跟第二个不等式。什么意思呢？你说我缺算力、缺显卡吧，就是以咱们现在做的这些模型，咱们现在大部分模型实际上就是几百 K 几百 B 这个不是几十 B 就是几百亿参数的这种模型，在现在咱们的这些显卡上已经足够了，你再给我更多显卡我都用不上了，对吧？咱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不缺显卡咱们是模型不够好这个是也是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所以中国从来不缺显卡。然后这是第二个不等式。第三个不等式是什么？第三个不等式是现在的这个以现有的电力相比这个算力还不够原来都说这个AIGC是最后是拼的是电，对吧？那么现在讲了说咱们电有的是咱压根就没有那么多显卡，所以也不需要烧那么多电
啊，这个以后要烧电的时候是以后的事了啊，所以它这3个不等式呢，我觉得是讲的非常到位再重复一下，跟基础模型相比，应用做的还不够好，和现有的算力比起来，基础模型做的还不够好，跟现有的电力比起来，算力也还不够，对吧？这是3个不等式。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现在的能源啊，这个还不是这个人工智能需要去担心的事儿啊，咱们足够使。10年后的算力和电力与现在肯定完全不是完全是2个概念啊！不要用现在的现状去思考如何解决10年后的问题啊！想得非常好，这是王坚讲的。然后呢，我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现在的 AI 大模型到底发展到什么状态第一个呢是方向是明确的咱们就是需要有人指明方向，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老大喜欢指明方向，这个也确实是中国民族性。没有人指明方向呢，咱们就做不出东西来。现在呢，真正救了中国 AI 的是谁？是美塔，对吧？Llama 2、Llama 3包括前面的 Llama 1、Llama 2、Llama 3，这3个大模型的发布，绝对是让中国的大模型彻底走出来了。在 Llama 系列没有发布之前，比如像百度的文心一言是拿什么做的呢？它是原来的 GPT-2是开源的，然后拿那个东西再加上 GPT 3.5生成的各种数据去训练拿这个东西调出来的。但是到 Llama 系列出来以后包括什么这个01万物文心一言不是文心一言是那个通义千问等等大量的这种模型就出来了。你不需要去抄它的模型，但是呢它把所有的参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公开了一些代码都公开了，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训练。中国聪明人还是很多的，对吧？那么方向只要明确了，我们就可以走通。我们从来都不缺乏跟随者只要有人知道这条路是通的，就可以往前走。那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王坚讲的，说我们这个模型不够好吧，然后我们的算力也不需要太多算力不够吧，也不需要太多电。那么呢，我们就要想下一个问题，叫 scaling low 到底在这儿管不管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叫做模型越大效果越好这样的这种规模法则在中国到底管用不？因为美国人呢现在已经开始担心 scaling low 是不是会失效，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是你继续堆参数，继续堆机器，对吧？你还是可以做出更好的模型来，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一旦哪天无效了怎么办？因为这个涨上去的过程是人自己搞不清楚到底怎么涨上去的这个事儿是美国人现在最担心的。但是中国呢是这样，就是中国的大模型都是1000亿以内的模型，就是我们看到比较大的，比如说通义千问72B 72B 就是720亿参数的这种机器这种模型其实足够大家用对吧？这种72B 的模型加上这种 AIGC 的这种 AI agent 这种就是叫做 AI 智能体的帮助，对吧？已经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了你就算是到比如说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参数的这种模型，它的表现能力其实未必比千问72B 好多少。而且现在的 Llama 3 70B， 包括谷歌最新出的 Gemma 2 27B， 微软出的 Phi 3 14B， 效果都很好，对吧？这个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模型中国人说我们就实用主义，我们就这么使了，对吧？国内也不是没有1000亿以上的比如说通义千问是出过110B， 也就是1100亿的参数。然后呢，还有一些做 MOE 的这种逃课的玩法逃课什么意思？就是作弊嘛。就是它实际上本身号称是所有加在一起有1000多亿但是呢，它是 MOE 的就是每一次可能只调用其中2个所以就是这每一次工作的可能也就是只有这个20-30亿或者是200-300亿、300-400亿这样的一个参数水平在工作这个国内也有。所以呢，在中国压根就轮不到讨论这个 scaling low 的这个事情。这个还没轮到呢，我们等美国摸明白了，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前走一定是这样。那么咱们在多模态识别上呢，这个图像跟语音识别中国本身是具有数据优势的，因为我们存了大量的图片，存了大量的语音，而且这些东西都已经做过了详细的标注，在这一块上我们其实不比他们差。然后呢，当 Llama 3这样的基础模型能力提升的时候这个我们现在做的
图片识别、语音识别相关的这种大模型呢，能力自然也就上升了。所以咱们现在好多的这种模型是什么？这个图片识别的这种模型是在 Llama 3的基础上进行这个微调啊，把这个图像识别的部分调进去啊，这样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前面讲了一期视频，说斯坦福大学学生抄咱们清华的一个这种项目啊，也就是用 Llama 3微调的图像识别啊，那么他们抄完了以后，号称是自己做的。现在呢，这个缺乏相应的应用场景，所以呢，对于多模态识别本身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对吧？那么多媒体生成这一块呢，第一个 Stable Diffusion 已经足够好使了啊，咱们现在大量样国内的这种都是使用的他们家的图像生成。语音生成这一块呢，其实一直不错。咱们在ChatGPT 出来之前，中国做的很多的语音生成模型就已经很好了。音乐生成的话，现在也有人在做。然后类似于 Sora 这样的世界模型呢，积累了大半年以后，国内现在也在出来，包括这个快手出的叫快灵还叫什么这样的产品啊，也出来了，对吧？效果也还可以。端到端的模型呢，一些车厂据说在做啊，但是目前还看不到结果。政府和企业的应用或者政府企业拥抱 AI 这件事呢，目前来看应该是在国际上比较领先的，因为非常多的项目都在做。自媒体平台上呢也很热闹啊，因为像李一舟这样的号称中国 AI 第一人四处开班嘛，所以呢整个自媒体上使用 AI 的人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中国自媒体火爆嘛，就是 AIGC 它生成内容啊，你去做自媒体还是非常棒的。所有的 AI 功能在中国第一个被用到的就是刷抖音和刷小红书，对吧？生成小红书爆款内容啊，生成抖音文案啊，这个是国内用的可能比较普遍的 AI 功能。中国的 AI 市场呢，应该是在爆发的边缘啊，卷应用这个事儿是咱们擅长。你比如说，我们去跟 OpenAI 去卷这个新的模型应该怎么做，这事儿咱们不会。啊，咱们通常是等它做出来以后，然后咱们再照那个方向使劲儿，这个事儿是咱们熟的。但是怎么能够让应用更好用啊？这个中国人还是很厉害的。Llama 3啊，千问2已经有这个把这个基础模型的能力拉上来了。就是我们现在拿千问2、拿 Llama 3这样的模型去做这种叫做应用的话，效果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啊，这个基础模型的能力够了以后呢，就差赚钱了。啊，咱们不干别的，咱就赚钱就行了。而赚钱这个事儿呢，中国人是最熟练的。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做游戏的时候，人家讲说，你看全世界各国开发的游戏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说差别在哪儿啊？啊，他说欧洲人做的游戏好玩啊，我说这我承认啊，欧洲人的游戏好玩啊。他说美国人的游戏呢相对均衡啊，我说这个也承认吧，移民国家嘛，哪人都有啊。日本人的游戏和韩国人的游戏好看，我说也行啊，他们呢有这个动漫的底子嘛，所以他们的游戏好看。我说那中国游戏呢？啊，他说中国游戏挣钱啊，这就是全世界4大游戏派别啊，中国游戏最挣钱啊。咱们在什么地方设收费点，怎么去让大家上瘾，怎么能够把钱掏出来这件事儿，中国人是最全的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呢，中国也在努力的把中国的 AI 应用呢推到全球去啊，也是要去做出海全球啊。为什么呢？就是出去了以后，你就可以用 ChatGPT 的这种海外模型了，而且呢，到了海外啊，中国团队就又能够起飞了啊。这事儿是怎么讲的啊？因为 AI 这种东西啊，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在国内面临了巨大的叫审核成本。国内呢对版权要求不高啊，但是对合规对审核要求很高。出了国以后正好反过来啊，人家对版权要求很高。当然，对于合规来说要求比较低，对吧？你说错了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处罚有啊，不是特别严重，对吧？那么以 AI 这种时不常的张嘴胡说八道这个状态来说的话，那么把这种东西送到国外去，效果一定是最好的啊。因为我们当年投过 Musical.ly 啊，也是中国团队到国外去做的这种产品，也就是现在 TikTok 啊。现在我知道 Musical.ly 的团队啊，就是已经离开了字节跳动，离开了TikTok， 他们现在又在开始努力用这些大模型，准备在海外做项目去了，对吧？这个包括国内各种的项目都在努力的在海外在做，所以 AIGC 可能真的是最适合出海的
而且在这一块的话，绝对产能过剩，对吧？你想互联网公司离职了多少人啊？有多少35岁以上的朋友这个毕业了啊，走向了社会？他们现在如果手里还有点钱的话，就会努力的用 AI 做一些应用去卷国外，啊，这个是真正大家要去干的事情。然后内容创作就是未来的方向啊，最大的短视频内容生态就在咱们手里啊，TikTok 生态、抖音、快手都在努力工作。现在抖音的很多工具，包括我现在每天在用的剪映，对吧？已经涨价了，原来一年大概是100多块钱、20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一年500块钱了。啊，为什么？就是把大量的 AI 功能都塞到剪映里边去了。啊，你们今天早上看的那个视频里头字幕是有重点突出的啊，普通的字儿是白字儿，重点是黄字儿啊，还变大一点，这个就是剪映的 AI 干的活儿，对吧？干的还可以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剪映出字幕还可以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它还可以把这个叫做呃口语啊一些哼哼哈哈的词直接给你去掉，对吧？它不出现在字幕里，这不也都是 AI 干的活吗？啊，都已经做起来了。啊，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呢，啊，中国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快速，在这一次上海的 WAIC 上，啊，就是世界 AI 聚会上，对吧？展出了可能几十台人形机器人，啊，各种各样的，包括擎天柱2代都来了，啊，大家在上面去展示，展示完了以后说我们就准备上了啊，甚至有一些公司，比如说是思必驰还是谁啊，他们现在已经跟一汽还是上汽签了协议，说我们机器人去打螺丝了啊，已经要去打螺丝了啊。这个事儿呢，当然这个消息公布了以后，这个公司的港股马上暴跌了6%，还是暴跌了多少啊？这个也是比较诡异的现象吧。妖孽横生的一个时代，怎么办呢？但是做机器人这件事儿啊，特别是你想快速迭代开发机器人这件事情，全中国必须在中国做啊，就全世界必须在中国做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做。我记得原来在这个叫做哪儿呢？原来在这个深圳啊，有一个是蛇口一个地区，就是各种各样国家的人在那个地方做硬件创新。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原配件都在那周围啊，周围全的一塌糊涂。大家一定要到中国来啊！然后后边呢，现在搞兼容机器人，因为马斯克搞这个擎天柱就是兼容机器人。兼容机器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标准定好了啊，这个中间的零件是可以换的。你一旦兼容机器人了啊，那这个中国华强北就有的是东西可以提上去，对吧？这个事儿是一定有的啊。硬件生产的部分，中国肯定是遥遥领先，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啊。没准在机器人时代，我们会再出一家像大疆那样的公司。对吧？这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可以期待啊，没什么好说的。啊，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民族，就相当于是咱们，啊，中国人从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这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这个我们从古只有鸡兔同笼，没有方程，啊，我们只有算术，没有数学。这样的一个民族遇到了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怎么来的 LLM 啊，遇到了 AIGC 的时候，这玩意儿简直是天生为我们打造的，对吧？这没什么好说的。里边这个原理，反正你们也搞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那咱就猛着上呗，对吧？玩工匠精神这事儿很适合卷嘛，对吧？这个一定是最适合咱们的啊。所以呢，最后啊，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个谁王坚这句话啊，不是工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工具啊。这个是我们对AI 最大的预期啊，不要让 AI 这样高能的工具成为这个政府统治的工具吧。啊，也只能是这样，它其实还是可以为很多的普通民众去赋能的，而且让内容爆炸了以后，让检查的成本也会快速上升啊。这个是不是工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工具。而越是大的公司，越是政府，他们只能得到工具的革命啊，是得不到革命的工具的啊。而只有个人和小公司、小团队才能得到革命的工具，对吧？咱们就像很多国家
他们在工业革命以后，为什么这些贵族、这些政府搞不定这件事情？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枪炮和机器都是工具的革命啊，只有对于这些新兴的阶层来说，这才是革命的工具啊。所以我说王坚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就是中国的 AI 现在发展到什么状态，对吧？然后我觉得还是大有可为的吧。好啊，这是我们第二个故事啊，这个第二个故事稍微的简短一点啊，这也不用每一个都讲那么长吧。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评论。嗯，好，这里新加坡的纸币有1000的，以前还有1万面值的啊。新加坡币很贵的，它应该是1:5还是1比几？1000新币，好吧。你儿子听张雪峰老师的教导，留北京是正确的，至少在国内范围内啊，国外最好。这个国外，哎，他不愿意出去怎么办呢？马上开盘了，听着第二个故事，准备看盘了，好吧？你也是，好，准备盯盘了。最近刚开了，呃，盈透啊，这个不太了解。百度的搜索不仅是坏，而且是蠢，搜索出来的经常是看着可气。我从来不使用百度搜索，即使在国内用不了谷歌的时候，我也尽量用 Bing。哪里完蛋了？4.1在正常范围内，什么意思？我感觉 AI 推理还是会挪到客户端设备上，这个最终应该会出超级设备或者 AIOS。我是不太信这个事儿的啊，因为你要想吧，你在设备上能够跑起来，大概也就是10B之内的，也就是呃几十亿啊、几十亿参数的这种模型啊，它的能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持仓又是一片绿，舒服了。美股嘛，美股一片绿是涨了啊，中概股啊，A 股一片绿就跌了。现在考税务局信息岗位是好岗位吗？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啊。税务局是有编制的啊，都是好岗位啊，是这样的。说到阿里云，自从申请了千问的 API，阿里云的客服经理连续2个礼拜给我打电话了，好吧？我也申请了啊，然后我每天还在用千问，我现在用千问 Max，挺好使的。搞个网站啊，做外贸销售的，想免费提升在谷歌上的排名，在油管上学了谷歌 SEO，可行吗？基本上不太可行啊。这个谷歌 SEO 不是这么玩的啊，或者有更专业的学习途径嘛？这种东西一般没法学啊。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属于灰产啊，你能教你的都是假的。中国有句老话十大就部署模型肯定要越大越好。是的，这个感谢打赏，这是$4，应该是澳币吧？澳大利亚。十大9不输，模型肯定越大越好，好吧？这个看来这次读懂了啊，赶上直播了，感谢王书玉老师发过2个有关语音生成 APP 的视频，确实乱真，有点可怕。是的，他是用的叫 ChatTTS 啊，那个确实很厉害，而且是开源的。Transformer 的算法还是太耗资源了，应该还要再进化，那就等美国人进化，美国人进化咱拿来使就完了。另外，现有的计算机架构还不是为 AI 算法优化的，看看这方面会不会有优化啊？应该都不容易啊。这个给个人用的，我觉得很难。云服务还是可以啊，开启听天书模式啊，好吧，
这个我们短一点，不到1分钟的语音输入就能生成完全无法辨别的 AI 朗读音频，以后接语音确实要更小心了。是的，呀，真敬业，感谢打赏，感谢打赏。问一下老范有没有特斯拉仓位？没有啊，其实也不能算没有。我呢是买的DBS 家的相关的基金啊，应该还是有的。哇，99以后就是红色的了，感谢感谢，今天真的是感谢打赏，非常感谢。这个老板大气，是的。606的人是什么意思？老板大气。666，对。优必选啊，优必选，对，大跌是因为限售股解禁了，好吧？但是人家不也得发售一个好消息才能限售股解禁嘛？啊，不是优必持啊，说反了刚才。老板大气，是的，难怪都想做平台，躺着挣钱，被动收入，大家都是想做平台，就是一定要有平台，没有平台这事儿谁肯定没戏。你说我光有底层模型好这事儿，你是做不出样子来的啊，就是做不出流水来。666是的。老板们可以送些会员嘛？这个没法送啊，只能自己充。期待啊，很赞同老范关于中国人喜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评论。是的 ，Figure 01机器人在宝马工作，真的能提高宝马生产力吗？肯定可以啊！你像机器人，至少不用没有工会啊，对吧？它可以7乘24小时干活。WAIC 应当是类似国际互联网大会那样的国际大会，主办方一般是中国政府啊。这种到国内来办一般是中国政府。确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事儿想想就让人兴奋。对，现在大家都觉得 AI 上来以后会让全球 GDP 涨10倍，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让人兴奋的事儿。新币常用最大面值100啊，我也听说过面值1000的，看过照片，没见过实物。你可以上银行去取一张啊。港币1000的常见，港币不值啊，港币跟人民币差不多吧。新币1000元是紫色的。高考报志愿不是都看位次的吗？别看分数，我们也看了位次了，但是，反正你没拿到通知书之前都是害怕吧。今天看了啊，David 产写的 AI 的6000亿问题，观点差不多，就是没有扛把子的应用。其实我觉得，甚至连稍有影响力的应用都没有。是。现在的 AI 和5G 一样，公共基础建好了，愣是找不到非常合适的应用。对，我现在已经有一些应用在我这儿啊，用的很好了。这2天我正在教我儿子使。现在的 AI 和5G 一样啊，这个也刚才念过了。突破不了冯诺依曼结构啊，这个好，冯诺依曼还是一个挺经典的结构啊。想问个初级问题。iOS 应用可以直接在平板 iPad OS 系统上运行吗？有些可以啊，大部分是可以的。终于赶上了。美国每个州的消费税差别很大，像佐治亚州每个县都不一样啊，还可以这样？我原来以为每个州就是一样的呢。有的州食品不收税，有的收，反正我在加州感觉是收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邓爷爷都说了，不管黑猫白猫啊，逮到耗子就是好猫，这就对了呀。好久没赶上直播了，晨晨啊，好，以后要经常来。会不会闭关锁国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原始人？不会闭关锁国的，我们还是惦记把这些过剩的产能都消耗掉。北邮后面的第2志愿也能忍的话，也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还是希望去第1志愿吧。我的意思是 WAIC 不是到大国来办的国际大会，是大国办的国际大会。参见阿里国际数学竞赛这种事儿呢，就是
你只要一届一届办下去啊，然后呢，它慢慢的影响力就起来了。这个就问同类博主谁有啊？对我好厉害，对，也感谢打赏啊，Team，能分享你的应用吗？什么意思？来了啊，感谢，你这么到这点才来呀？印度也是每个州都不一样的税。印度这种是叫什么什么邦，是不是它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吧？应该是。好奇小范报的什么专业啊？肯定是奔 CS 方向走呗，人工智能，对吧？计算机科学，呃，这个软件啊，软件工程就往这样的方向走。老范的应用是写小说赚钱啊，还没有啊，我们现在正在用各种的 AI agent 相关的东西啊，现在但这个礼拜预告一下吧，这个礼拜的付费节目应该不准备再继续录课程了啊，前面几期课程有点录的太伤了。课程呢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又想看，但是呢，真正能看下去的人又不多啊，所以这个礼拜付费节目的话，应该会更一期，这个什么吧，更一期这个讨论一些民族性的问题吧。这个更一些这个政治不太正确的东西在这个付费频道里，对吧？然后这个下个礼拜再说啊，等我缓一缓，然后有一些新的思考了以后，再去更新这种叫做AI 相关的课程。现在成为原始人是一种奢侈，需要很大的一大片土地。是的，原始人，哎，这个还是算了。应该学点硬件机器人，那个太难了。我现在在所有报志愿的时候，把跟硬件有关的，特别是跟模拟电路有关的都删掉，对吧？哪怕你是数字电路，我都认了。数字电路其实最多的就是数字电路跟那个软件比起来就多一样东西，就是背芯片，对吧？都有哪些芯片，有哪些元器件你得背。其他呢，其实跟软件差异不大，对吧？这个背完芯片背管脚啊，也就这种。但是你要上模拟电路那个玩意儿就真的得折腾了，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学这个软件相关的啊，然后呢，尽量的如果有一点硬件就是数字电路。AI 跟5G 不一样啊，5G 缺陷太大了啊，而且吹太大。AI 如果再不往前走的话，就是再没有应用，再不挣钱的话，也快了。这个第一次赶上啊，这个肖小雨，好吧，你可能是第一次。更一期电视台不让播的，对，想听的朋友该充会员了。这个行吧，这个没考虑带小范出去走走，考虑了呀，但是也得等一等。现在哎，好多时候真的是忙习惯了吧，他就放松不下来。像我们也是，这个高考完了，本来说要休息一下，结果这头出考场啊，上午出完考场，然后马上让我开着车送去驾校报名。然后前2天是刚把驾校的课学完了，现在每天在刷，去报那个科目2的考试，科目1考完了，准备考科目2，结果还考不了，因为为什么呢？他好像科目1考完了10天以后，然后再把科目2的28个学时学完了，才可以去考科目2。现在呢，他是科目2的28个学时学完了，但是呢，科目1考完了还不够10天啊，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所以要让他等一等，然后考完科目2呢，你就接着上车呗，考科目3，对吧？而且这个你现在没有拿到通知书呢，肯定心里也发毛嘛，这个也不敢出去乱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拿到驾照，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拿到驾照，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没准就能出去晃一晃。而且现在我儿子过得不比高考前轻松，我现在在拼命的给他教课呢，教这个怎么做 AIGC，怎么管理自己账号，怎么去做笔记，每天在给他上课。当然，我有一些课，给他上完了以后，可能就会录到节目里去。所以我现在专门开了一个这个播放列表，叫“老范给儿子讲课”。对，就我一般给他讲完了以后，我会录一期节目到这个平台上去。现在这里头有2节课了一节是讲给新时代的这个软件大学生的课啊，另外一节呢是讲的是
这个互联网生存技能是这个账号管理啊，已经讲了2期了。我现在正准备再讲一期这个笔记管理啊，所以他现在过得可充实了啊。当年吹5G 的时候，都说5G 不一样，革命了啊，其实就是速度快了，没有任何差异。小范先在国内读完研究生，再去申请国外好学校，是这么想的。我是这样第一次赶上了，我是这周第一次赶上了，好吧？这个看来这个看世界前面赶上过，科目2，是的，这个节奏很好，早点学驾照，方便以后看世界。对，我也准备等他学好了以后，在北京上学的话，有什么事就开着车去呗。记得拿到以后尽快去换香港的，啊，可以吗？怎么换香港驾照？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知道。然后可以换 IDP，就是因为香港我知道的是行车靠左的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弄。直播，老范和小范讨论上大学的过程，应该有流量啊。他还是先不要露脸了，还是好好做他自己的学生吧。等他哪天自己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再说。我女儿科目2、科目3考前，前后考了1年多啊，这个好吧。我觉得男孩子还不至于啊，现在还有必要学车吗？总看见有人坐无人驾驶出租车，还是学吧。以后学车就是一个乐趣。别只给你儿子分享啊。对啊，我一般给他讲完了以后会录期节目给儿子的课，这个名字有点占便宜的嫌疑啊，好吧，这个你们可以给你们的儿子看嘛，对吧？学车也很有必要啊，这是一种底气，是的。开滴滴现在已经没戏了，这课程的名字怎么感觉占便宜呢？这个拿去给你儿子看。这个是直播吗？是。大陆驾照可以换香港驾照的，哎，这还真不知道。开车上大学会不会太嚣张了点？他应该还好吧？你上次讲账号和密码管理，下次讲讲如何设密码的技巧。不用设呀，因为都是One Password 自动生成的。内地可以换香港驾照的，香港驾照的国际认可度好很多啊，好吧。国内读完研究生去国内读博好，还能挣钱，有工资拿。哎呀，这个我觉得还是能出去就出去吧。香港驾照好换啊，我还真没试过。对，某些国家会认香港驾照。过几年小范可以去考车证啊？什么叫车证啊？其实莫名想起郭德纲了啊，这个跟他有啥关啊？郭德纲是喜欢占人便宜是吧？放假和你儿子摩里去，他没有摩托车驾照，我有，但是我其实也不会开摩托车啊，我学的是3轮摩托车，2轮摩托车我没骑过，不知道什么感觉。考塞纳172飞行驾照啊，这个就算了，这个我们还是这个珍爱生命吧。好，我们今天还有评论吗？今天是不是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预告一下啊，本周的话，明天还有一期节目啊，礼拜天会休息，因为我是前面都录好了，明天要讲这个，叫什么来着啊？东方甄选在贵州翻车的事情啊，这个明天要讲一期这个，然后礼拜天让我歇一下，然后这周的话，我可能礼拜6或者礼拜天我会去补这个叫做会员节目啊，这周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么大家周末愉快。我看看这儿还有什么。果然父母的认知水平决定孩子的天花板。我表哥的单位同事还在纠结要不要给孩子买笔记本，小范已经开始玩 AIGC 了。是的，他现在已经玩到什么状态了呢？这个，因为我太太是英语老师，经常会给别人出题。现在我儿子已经可以用这个AI agent 自己去拼出工作流来，然后自动的给文章出题，然后对题目进行筛选，然后给题目写解析，已经可以干到这儿了，对吧？这个是我们准备这个继续让它往前走啊，然后做一套自动的
英语 AI 命题系统啊，这个小范同学已经在干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是有薪水的。我看看，看来小范想待在北京读书，可以开车上学。是的，这个跟微风没关系啊。我儿子高考后就考了驾照，后来去南禅寺禅修啊，还有这样的事儿。的练的摩托车，我用摩托车通勤了1年才习惯，好吧。晚安，对，我们准备休息了啊，准备休息了，果然辛苦，对，大家再见。北京开车还是挺辛苦的，是的。再见，再见，再见。北理工真考不上，北理工挺难的。好，再见。